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今天要说的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娱乐圈。一个人说要走，一家公司瞬间跌掉10%市值。没错，就是王一博。这可不只是不续约这么简单，这是一场顶流反扑资本的权力战。11月7号，一个风声一出，乐华股价立刻跳水，市值蒸发上亿。董事长杜华急得跳出来，只打了2个字：荒谬。可资本市场可没当笑话听，投资者直接丢出一句：合约明年才到期，到时看官方。这句话简直比沉默还可怕，因为大家听懂了，没否认才是最大的承认。问题是，为什么一个艺人动一动，全市场都抖？因为这不是一般人。王一博一个人扛起了乐华60%的营收，这家公司7亿的收入里有4亿多是他赚的。他不是股东，却是命根子。合约快到期，背后1亿多粉丝虎视眈眈。他手里还拿着自己的制作牌照、公司执照、投资资源，一个人能撑起一个产业链。你说这要是走了，乐华靠什么活？更狠的是，王一博这次不是在闹情绪，而是在准备夺权。他已经把自己名下公司持股从70%改成100%，正式变成自己当老板。表面上是不续约，实际上是我已经不需要你了。表面上是乐华喊别乱传，实际上是投资者在问你下一个王一博在哪？这才是真正的恐惧，因为这不只是艺人要走，这是整个一星公司模式崩盘的信号。牵一堆人只捧一个，这一个要走，全盘皆输。而王一博偏偏是那个走得掉、活得下，甚至活得更好的那一个。被粉圈暴风卷过，被黑热搜阴阳过，被骂流量脸骂了3年，他一句话不回，用无名、长空之王、热烈一步步打回尊严。现在他成了内地最年轻的100亿票房演员之一。他不只是离开公司的人，他是整个内娱时代的分水岭。因为这场风暴的背后是一句话：顶流不再打工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掰开说，为什么王一博一闹，乐华就跌？他把持股改成100%是在布什么局？还有，这场顶流夺权战会不会彻底颠覆整个娱乐圈？最近几天，关于王一博不再和乐华娱乐续约的消息传得满天飞，这可不是什么小八卦。因为资本市场已经先震为敬了。11月7号，乐华娱乐的股价一天就跌了 9.48%， 而且这不是突然下跌，从今年6月20号到现在，乐华的股价已经跌了超过 40%。 面对这个传闻，乐华的董事长杜华在微博上发了2个字：荒谬。但另一边，乐华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却说，王一博的合约原本也要到明年才到期，到时候请看我们官方的宣布。这个回应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没否认的意思啊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王一博对乐华来说到底有多重要。这么说吧，乐华娱乐是2023年1月上市的，被称为艺人经济第一股，但在他的招股书里，王一博的名字出现了18次。我们来看一组数据：2019年王一博贡献的收入占乐华总营收的 16.8%， 到了2022年前3个季度，这个数字变成了 59%， 到了2024年，乐华总营收 7.65 亿，王一博一个人就贡献了 4.59 亿，占比超过 60%。 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王一博一个人撑起了这家上市公司大半的业绩，他就是乐华的摇钱树。但吊诡的是，王一博并不是乐华的重要股东，他的合约网传是到2026年10月到期，现在已经进入了续约敏感期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是投资者，你发现这家公司 60% 的收入都基于一个即将到期且不是股东的艺人身上，你会不会慌？这就是为什么不续约3个字能让股价发生地震。那么，王一博真的准备单干吗？线索早就有了。这事儿不是1天2天了，
首先是社交媒体上的冷处理，有媒体发现，王一博的个人账号并没有关注乐华娱乐的官方账号，反过来，乐华的官号今年只发了3次王一博的动态，还都是维权和新年祝福，对比去年的13次，这个温差很明显了。网友还注意到，同样是凭借古装剧《陈情令》爆红的肖战，近期片约不断。王一博这边自从拍完《追风者》后，似乎很久没进组拍戏了，但真正的实锤藏在工商系统里。根据天眼查资料，王一博名下关联了4家公司，3家存续，其中一家叫天津地平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他原本持股70%。重点来了，2023年9月，这家公司悄悄发生变更，王一博的持股比例变成了100%。更关键的是，他还给这家公司拿到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演出经纪的全套牌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媒体形容，这等于把辞职信直接甩在了工商系统里，他不再需要依赖乐华去接活、去制作内容，他自己已经成了公司，而且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有消息说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和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，甚至王家卫这样的大导演同桌吃饭，他要自己带钱、带人、带流量，去找最好的剧本和班底合作。他不再是等别人挑的菜，他自己要当餐厅老板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，一个小伙子吃东西不小心咬到口腔内部，出现口腔溃疡，平常一般需要1周痊愈。旅途中试吃了一支红海参凝胶，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。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，配方就是90%的深海野生红海参，加10%的韩国红参，再加纯天然蓝莓原液，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，清爽不腥，还带点果香。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、天然胶原和活性钙，不仅能够促进细胞修复、延缓老化，还能够补钙造血、改善气色，对气血虚弱、高血压、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，非常适合长辈、成长期的孩子、加班族等。而且一盒30支，带着走超方便，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，随手拆开就能吃，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。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，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。我朋友怕断货，干脆一次囤了10盒。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，输入优惠码大10局，就可以享受85折。中国大陆2盒起卖，4盒包邮，购满70美元，美国本土包邮，满260加币，加拿大包邮。王一博的这个选择其实揭开了一个行业内幕，就是一星公司的畸形模式。香港导演王晶曾经就点破过，说很多演员和经纪公司闹翻，根源就是利益分配不均。他点名，这种公司就是一星公司，签一大批艺人，但只集中资源捧红一个。他举了2个例子，一个是乐华娱乐，只靠王一博，贡献收入超60%，另一个是赵露思的银河酷娱，80%收入依赖赵露思艺人。这种模式其实是把所有风险都赌在了一个人身上。知名主持人何炅也曾在节目里讲过一个更残酷的内幕。他说，现在很多公司搞选秀，会一股脑签下100个小男孩，但目的只是为了捧红其中一个，那剩下的99个怎么办？何炅说，只要能捧红一个，那这100个就不白签，剩下的99个就只能慢慢耗着。如果他们耗不起，想解约怎么办？支付至少50万的违约金。何炅一针见血地说，经纪公司最后赚的就是解约的钱。你看，在这种模式下，艺人要么就成为王一博那样的摇钱树，被深度绑定，要么就成为那99个炮灰，被榨干解约金。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。但现在有人开始破局了。我们刚才提到了赵露思，她的故事是另一个版本，甚至更惨烈。就在1年前，
赵露思和他的前东家银河酷娱彻底撕破脸，他指控公司对他进行言语羞辱和粗暴对待。他当时被诊断出失语症和抑郁症，工作一度中断，但他被一份合约牢牢绑住，合约到2030年，违约金高达4亿人民币。所有人都以为他完了，结果呢，几个月后，他奇迹般的解脱了，免付违约金，成功解约。他转头就签了阿里系的虎鲸文娱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不知道谈判细节，但我们知道他手里最大的王牌流量。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的剧《许我耀眼》开播，播放量飙破了20亿。他在剧里的230套造型带货能力惊人，这种能带飞一个平台的商业价值就是他的底气。死里逃生之后，赵露思的反击非常猛。他先是零宣发上了一首全英文单曲《Blackwell Bride》，制作人是给 Lady Gaga 和 Blackpink 写歌的 Brian Lee。紧接着，他又宣布在成都开个人音乐会，抢票方式也很有意思，叫答题通关加0元预约。结果不到2小时，想看人数突破34.5万，服务器都挤爆了。你看，他和王一博一样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绕开旧体制。赵思路是正面开战，然后用国际资源和作品数据告诉所有人他能自己决定方向。王一博则是低调布局，悄悄把制作和经济牌照都拿到手，釜底抽薪。大家觉得王一博和赵露思这2种解绑方式哪一种更高明，或者说哪一种风险更大？欢迎在评论区里聊一聊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王一博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不是偶然。他1997年出生在洛阳，11岁因为看电视爱上街舞，13岁参加街舞大赛，被乐华相中，成为练习生。之后就是在韩国长达4年的训练。2014年，作为男团 UNIQ 的成员出道。2016年，他加入天天向上当主持人。2018年，他担任创造101的舞蹈导师，让很多人见识到了他的舞蹈实力。真正的爆发点是2019年的《陈情令》，这部剧让他直接登顶顶流。之后，他又参加《这就是街舞》，带领战队拿到冠军，专业能力再次被认可。同时，他还是个职业赛车手，曾经签约雅马哈车队，夺得亚洲公路摩托车赛正赛新秀组第1、混合组全场第2的成绩。从无名到长空之王，再到热烈，他一步步从流量转向演员。到了2024年、2025年，他的身份更多了：奥运会资格赛扩大大使、巴黎奥运火炬手、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青年代表、中国青年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代表等等等等。你看，他花了10几年时间，从一个练习生变成了UNIQ的主领舞、主持人、演员、赛车手，最后成了一个拥有巨大商业价值和主流认可的品牌。当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超级 IP， 也就是超有影响力、能自带流量和收益的个人品牌，他为什么还要把60%的收入交给一个中介公司呢？截止到今年，王一博全网粉丝已经突破1.2亿，微博粉丝超过4100万，抖音粉丝3700万。他是中国少数同时横跨影视、音乐、体育3界的艺人，真正意义上的全能型顶流。但是在光环背后，他经历的风暴也够一部剧。2019年爆红后，他1年内接下30个品牌代言，被称为人形印钞机。然而2020年肖战粉丝事件波及整个娱乐圈，他也被误卷入对立舆论风暴。2021年风起洛阳播出后，网上恶意剪辑、黑热搜接踵而来，他选择沉默，用无名、长夜之空、热烈3部作品回击留言。凭这股韧性，他在2023年成为内地最年轻的100亿票房演员之一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每天练晨练舞、健身、骑车。他曾经说：“我不想别人提到我只剩下流量2个字。”正是这股执念，让他从公司艺人走到今天的自有品牌。这次的单飞不是逃离，而是升级。
他要掌控自己的命运。王一博的单飞被很多媒体称为内娱顶流生存战的 2.0 版本，这给整个行业上了一课。第一课，对顶流艺人来说，最值钱的不再是脸，而是信用，就是你能带多少投资，能扛多少票房，能让平台给你 S 级的资源。第二课，传统保姆式的长合约已经失效了，以后公司想锁住人，得拿真金白银的股份来换，光靠违约金是捆不住的。第三课，粉丝经济也升级了，以前粉丝是打榜女工，现在他们是项目合伙人，他们开始研究财报，研究票房，甚至出现了跟投这个词。王一博的账本很清楚，电影《长空之王》8.5亿票房，他不仅拿片酬，还参与了投资分红，保守估计收入是9位数。他短期内赢了里子，钱、自由、话语权都抓在自己手里了，但风险也刚刚开始。自己当老板意味着他要100%对结果负责。电影市场变化莫测，王家卫的项目出了名的慢，追风者那样的谍战剧，过审定档，每一步都是雷。更关键的是，观众对流量加资本的组合已经开始怯媚了。票房毒药的名单里躺着太多前顶流的名字，一旦他连续2部作品失手，资本会立刻收回笑脸，到时候没有岳华在前面挡子弹，所有的枪口都会对准他一个人。就像大陆媒体报道写的，红就继续加零，扑自己填坑，他自己签的字每一笔都是生死状，再也没有公司2个字可以甩锅了。所以大家看，王一博和岳华的这场分手大戏不是简单的解约爽文，这是一场顶流艺人发起的对旧经济模式的夺权。岳华那边投资者关系部门已经在降温了，说王一博在公司的收入占比正逐步下降，但资本市场在问的问题是，下一个能扛40%营收的人在哪？岳华试过推虚拟男团，结果直播带货的钱还不够付建模费，试过推新人，但水花也不大。事实证明，顶流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黑天鹅，不是流水线能复制的。王一博、赵露思这些手握流量和作品的艺人正在选择自己当老板，收益上限高到离谱，但失败的下限也低到尘埃。这是一个新的时代，对艺人、对公司，甚至对粉丝都是如此。最后，想问大家2个问题：您觉得王一博单飞是明智的选择吗？您认为这种一星公司的模式是不是真的到头了？请把您的想法留在评论区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